史嘉蕾·乔韩森这个名字久违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。他参加了播客节目《The Scheme》朝九晚五的录制，并在其中谈起了一则古老的传闻，有关他和男演员班尼西欧·戴托罗的事情。这也是他时隔多年的首次回应。他直呼太离谱了，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这里是 Boogie 岛，今天就让我们了解一下寡姐史嘉蕾·乔韩森的故事。时间回溯到2004年，当时还不满20岁的史嘉蕾在参加完奥斯卡颁奖礼后，在位于好莱坞的马尔蒙城堡酒店的电梯里，和比他大18岁的班尼西欧发生了关系，而两个人也因为不当的行为被赶出了酒店。随后这条消息被传得沸沸扬扬，甚至还有消息称史嘉蕾承认了他的所作所为，但事实上女星对那种事情几乎是一言不发的，似乎就期待着风波自己平息。而在10多年之后，史嘉蕾终于自己提起了那件事情。有一个谣言流传了很长时间，说我在电梯里发生了关系，那是一个伴随了我很长时间的故事，但我一直认为太离谱了。我是一个害怕被别人发现做了本不该做的事情的人，所以这样的事情对于我来说过于荒谬了。就这样，寡姐将谣传了多年的踢阵给终结了。但至于她和收集者之间究竟有没有过火花，这就不好说了。其实这件事原本也是小道消息，但因为班尼西欧多年前回应时的暧昧态度，让她看起来越发真实了。班尼西欧在接受采访时先是重复了一遍提问者的话，我有没有在颁奖典礼后和史嘉蕾在电梯里发生过关系？我有点喜欢，你知道我不知道，让我们把它留给别人去想象吧，我们不要宣传它。我敢肯定它以前发生过，这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。不承认也不否认，难怪外界对这件事情会信以为真。而史嘉蕾为何时隔多年提起这件事情，当然也是有用意的，毕竟这可是吸引关注的最好话题。首先，史嘉蕾即将投入宇宙开发题材的电影《阿尔特弥斯计划》的拍摄中，合作的还是他的老伙伴克里斯·伊凡。美国队长与寡姐联袂出演，期待值肯定会很高。但即便如此，前期的宣传也是必不可少的。而除了有新电影要拍，史嘉蕾现在也像很多女明星一样，投身于商业中，力求出演电影的同时也能够有更多的收益。据悉，史嘉蕾合作了一位名叫凯特·福斯特·伦伊尔的前时尚行业的高管，两人联手推出环保护肤品，而一款售价为$54的晚霜即将上市。为此，史嘉蕾也不惜素颜出镜，把雀斑和皱纹毫无遮挡地展示给粉丝们。在这里，我们就不得不提史嘉蕾的美貌。要知道，性感美艳是史嘉蕾在全世界影迷心中最初的标签。对于无数宅男来说，她就是梦中情人。这些年来，围绕在史嘉蕾身边的头衔有很多，比如美国最卖座的女演员、好莱坞第一美胸、Playboy 评她为最性感名人等等。讲真，寡姐在大家心里的地位至今都没有对手，就像是这些人说的，其他的美女都是美女，唯有寡姐是寡姐。寡姐的美不是单一的，她随时都能展现出千面姿态，灵动、清纯、奔放、性感、霸气，她的每一面都让人难以忘怀。不过对于史嘉蕾来说，名利从来都不是她所追求的，这辈子她只想做好2件事情，好好演戏和有一段甜美的爱情。1984年，史嘉蕾和她的弟弟一起出生在纽约，她的家人都是做艺术相关的工作，爷爷是一名编导，母亲是一位制片人。而出生于一个艺术世家的史嘉蕾从小就对表演十分热爱。3岁时，史嘉蕾有一种强烈的渴望，自己要上舞台，于是她告诉母亲以后要做一名演员。10岁的史嘉蕾在母亲的帮助下出演了第一部作品《浪子保镖》。虽然她只扮演了一个很小的角色，但对于她来说一点都不嫌弃。后来在拍摄《小鬼当家》时，她曾直言，名利不是我想要的，余生只想好好表演。确实她做到了。
2003年，一部《迷失东京》上映，这部作品的质量是什么样的呢？有人说，如果不是有史嘉蕾在，可能看到一半就要睡着了。2009年，一部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，直接席卷欧美电影市场，里面的几位女主都是全球级大美女，但在美女如云的电影里，史嘉蕾依旧凭借着自己的演技和美貌杀出重围。2010年，史嘉蕾迎来人生最高光的时刻，她在《钢铁侠2》里化身为黑寡妇，招招致命的动作，魅力溢出屏幕外。后来在拍摄《复仇者联盟2》的时候，她每天都把自己塞进黑色紧身衣。大家不知道的是，当时她已经怀孕好几个月，但面对动作片的拍摄，她却丝毫不畏惧。这份勇气和担当真的是甩后辈女星几条街。寡姐在作品上是无懈可击的，然而她的感情却一直不稳定。2008年5月，23岁的史嘉蕾迎来了第一段婚姻。她跟雷若慈相识1年就结了婚，但这个时期的她对爱情还很懵懂，不能分辨出渐渐的男人是什么样的。对于好莱坞演员来说，能够在30岁结婚的已经算很早，而史嘉蕾却这么年轻就迈入婚姻中，那真的能够处理好婚姻和事业吗？答案是不能。两人结婚后，由于他们的事业太忙碌，所以一直都是异地分居。不仅如此，雷若慈的绯闻也是时常传出，这种时候丈夫却连一句解释都没有。对于女人来说，面对这样的爱情确实比较担忧。渐渐的，史嘉蕾也不想住在两人的爱巢里，她回到自己的出租屋里住着。可就算是这样，对方也没一句怨言。可让史嘉蕾没想到的是，自己的丈夫会把别的女人带到家里来，这也彻底惹怒了史嘉蕾，于是两人便离婚了。后来寡姐被问到这段感情时，她说自己太年轻，不懂什么是婚姻。确实如此，婚姻和爱情是不一样的，爱情是彼此的浪漫，婚姻却是彼此的付出。如果只有一个人付出，那婚姻迟早要破裂。不过史嘉蕾并没有因为一段失败婚姻伤神太久。2012年的一次巴黎旅行，她遇到了达瑞克，达瑞克对史嘉蕾一见钟情，随后展开疯狂的追求。对比起圈中的男星来说，达瑞克的浪漫才是让人无法拒绝的。当时的史嘉蕾因为一个精彩的角色拿奖，达瑞克送给她的礼物不是一束鲜花，而是他出演角色的人面娃娃。对于这样的浪漫，史嘉蕾感到新奇又幸福。史嘉蕾后来说道，当时真的是被达瑞克的才华所吸引。恋爱后没多久，史嘉蕾就和他结婚了。婚后，丈夫就为她放弃原本的工作，来到美国居住。不过，在史嘉蕾生下孩子后，两人还是分开了。离婚的原因，史嘉蕾并未说过。据悉是两人生活在一起，没有太多共同爱好，爱情可以靠浪漫维持，但如果婚后长时间的住在一起，两人之间没有话题可聊，也容易生厌。在这段婚姻结束后，史嘉蕾的一个观点让人跌破眼球。史嘉蕾表示不认同一夫一妻制，对于她来说，或许更向往自由的爱情。或许正是这样的思想，注定她和丈夫之间不会长久。在和第2任丈夫离婚期间，史嘉蕾被拍到和现任科林·约斯特在一起，后来两人也是真的结婚了。联想一下，当初她说的话，似乎一切都是有迹可循。和科林结婚后，两人没有再传出什么绯闻。2021年，史嘉蕾又迎来自己的2胎宝宝。或许这位好莱坞女神的婚姻会告一段落。其实从她读书起，一直恋爱不断，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，史嘉蕾的爱情每一段都是无缝连接的。结婚3次，但和她恋爱的男人却有好几个。如今的她，爱情红红火火，事业一样如日中天。据悉，在2021年生完孩子后，她就和漫威签订新的合作计划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她当时还在和迪士尼打官司。最后，迪士尼公司直接发出声明，以后不再和史嘉蕾开展任何合作。这对于史嘉蕾的影迷来说，确实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。不过，有传言漫威和史嘉蕾的合作不会停，未来到底如何，就看史嘉蕾的下一部作品了。这里是布吉岛，
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，说出您的看法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天呐，传奇女神史嘉蕾·乔韩森竟自降身价为艺术献身。2023年，一部风格独特的爱情文艺片《小行星城》高清版已经上线。在这部预算只有2500万美元的小片中，寡姐自降身价为艺术献身。在片中不但有大胆裸露镜头，而且片酬只有3万美元，为美国演员工会最低薪资要求。由此可见，寡姐对于小众电影的热爱。其实她也是拍爱情文艺片起家的。本片是她告别黑寡妇2年之后的首部作品。上一次观众欣赏到寡姐的一览无余的好身材，还是在2013年的电影《皮囊之下》。因此，《小行星城》起初在北美被评为2级，后来经过片方申请，在未做任何删减修改的情况下，争取到了 PG-13 级。史嘉蕾·乔韩森1984年出生于美国的纽约，从小他就对表演艺术非常的热爱。史嘉蕾·乔韩森在3岁时就已经能够背诵台词，常常拉着母亲陪他一起角色扮演。是家里的母亲是一位犹太裔的电影制作人，所以从小他这一方面也非常感兴趣。史嘉蕾·乔韩森的童年生活并不是无忧无虑，小时候的家庭经济状况十分的不好，一家人甚至需要依靠政府的接济才能过日子。但尽管如此，父母还是省吃俭用，把节省下来的钱支持他的梦想追求。史嘉蕾·乔韩森如愿地进入了一所专门培养年轻演员学习的学校。在8岁时，他就首次登上了舞台进行舞台剧表演。10岁时，史嘉蕾·乔韩森出演电影《浪子保镖》，踏入了影坛。后来凭借《曼尼雨落》《迷失东京》等作品获得了多个殊荣。后来他在漫威电影系列出演了黑寡妇的角色，这个角色没有超能力，但他以凡人之躯，凭借矫正的身材和乘坐冷静的特工形象，成为了复仇者联盟不可或缺的一员，深受观众的喜欢。他曾2次荣获金球奖提名，一次获得英国电影学院奖，一次获得托尼奖，还是首位凭借声音获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的演员。她还是漫威电影宇宙中的重要角色之一，饰演黑寡妇娜塔莎·罗曼诺夫，为全球观众带来了无数惊喜和感动。她有一个同样从事演员事业的姐姐瓦妮莎，兄长阿德里安，以及小她3分钟的双胞胎弟弟亨特。另外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克里斯蒂安，出生于他父亲的第1段婚姻。他的父母在他13岁时离婚。他与外祖母多罗西·斯隆特别亲近，他是一位部记员和学校教师，他们经常在一起。史嘉蕾·乔韩森认为多罗西是他最好的朋友。史嘉蕾·乔韩森从小就对公众演艺活动感兴趣，经常为他的家人设计歌舞表演。他喜欢看电影和歌舞片，他还喜欢唱歌跳舞和即兴表演。他特别喜欢音乐剧和爵士乐，并表示父母支持他的职业选择。1996年，他领衔主演了剧情片《曼尼雨落》，他在片中扮演了一个失去双亲的小女孩阿曼达，凭借该角色获得了第12届独立精神奖最佳女演员提名。1998年，他与罗伯特·雷德福和克里斯汀·斯科特·托马斯等共同主演了爱情电影《马语者》。他在片中扮演因车祸失去一条腿的女孩格蕾丝，凭借该角色获得了票房炸弹奖最佳女配角提名和多项希望之星头衔。2000年，他与马特·朱克瑞和瑞利·史密斯等共同主演了家庭喜剧片《他不笨，他是我的心肝宝贝》。2001年，他与娜塔莎·金斯基和托尼·戈德温等联合主演的剧情片《美国天堂》上映。同年，他与索拉·伯奇和史蒂夫·布西密等合作出演的喜剧电影《幽灵世界》上映。他在片中饰演叛逆的高中生丽贝卡，凭借该角色获得了多个影评组织的提名和赞誉。同年，
她还出演了科恩兄弟的犯罪电影《缺席的人》，她在片中饰演琴声少女贝蒂。2002年，她与马特、朱克瑞和瑞里·史密斯等共同主演了科幻恐怖片《八角怪》。2003年，史嘉蕾·乔韩森开始转型扮演成年角色，主演了剧情片《迷失东京》和爱情传记电影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》。她因此赢得2个金球奖提名，《迷失东京》也为她赢得了第57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。她是首位凭借声音获得该奖项的演员。她在《迷失东京》中饰演了一个在日本陪伴丈夫的年轻女子。她与一位中年电影明星在东京相遇，发生了一段微妙的友情。她在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》中饰演了荷兰画家维米尔的模特。她与画家之间产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感情。这2部电影都展现了她的成熟魅力和深刻表现。她被誉为新生代的玛丽莲·梦露。2004年，她与约翰·特拉沃尔塔和萨米·海耶克等合作出演了犯罪喜剧片《黑色大丽花》，在片中饰演了一个回到故乡继承父亲遗产的女孩。她与2个老男人同住在一所破旧的房子里，逐渐发现了他们的过去和秘密。她凭借这部电影获得了第62届金球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。同年，她还参演了科幻惊悚片《终结者3：机器的崛起》，在片中饰演了一个被囚禁在一个秘密设施的克隆人。她与另一个克隆人逃离了设施，发现了外面的真实世界。这部电影是她首次出演大制作的动作片，她为此接受了严格的体能训练和武术指导。她在《终结者3：机器的崛起》中的表现受到了观众和影评人的好评，她被称为新一代的动作女星。2005年，她与伍迪·艾伦合作了2部电影，分别是剧情惊悚片《赛末点》和浪漫喜剧片《遇上塔罗牌情人》。在《迷失决胜分》中，她饰演了一个美丽而野心勃勃的女演员。她与一个已婚的网球教练发生了一段危险的婚外情，最终导致了悲剧的结局。她凭借这部电影获得了第63届金球奖最佳电影女配角的提名。除了事业上取得成功，史嘉蕾·乔韩森的感情生活也是多姿多彩。她经历了3段的婚姻，第1段婚姻是与加拿大演员瑞安·雷诺兹，美人在2007年相识，2008年就在温哥华结婚。这段婚姻只维持了短短的2年。第2段婚姻是与法国记者罗曼达·瑞克，两人2014年结婚。结婚不久之后，史嘉蕾·乔韩森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取名 Rose， 但这段婚姻也没有长久，只维持了3年。两人在2017年宣布离婚。他们离婚的原因是罗曼无法忍受史嘉蕾·乔韩森的演员生活，让他们长期分居两地，感情变淡。其实在这段婚姻里面，我可以看得出史嘉蕾·乔韩森还是充满美好的憧憬的，不然的话他怎么会为这个男人生下一个小孩？但是他除了是一个母亲，一个妻子，他还是演员史嘉蕾·乔韩森，他还有他的追求。第3段婚姻，史嘉蕾·乔韩森是与编剧兼演员科林·乔斯特，两人2017年公开恋情，2019年就宣布订婚，并在2020年秘密结婚。乔斯特毕业于哈佛大学，是大学里有名的才子。他个人性格和善，高大又帅气，与史嘉蕾·乔韩森在一起更是十分的般配。史嘉蕾·乔韩森也多次在采访的时候表示，这次婚姻对比上2次更加的脚踏实地。史嘉蕾·乔韩森与乔斯特结婚以后，也生了一个可爱的宝宝，一家人生活在一起，十分的幸福美满。虽然现在史嘉蕾·乔韩森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了家庭上，有时候出席活动的时候，大家也有可能发现他身材管理没有很到位，比之前胖了一点点，但是那又怎么样呢？他依然保持着乐观的态度，坦然地面对生活的变化。他曾经说过，享受才是生活的最大意义。他享受着现在如此幸福的生活。史嘉蕾·乔韩森不仅仅是好莱坞最辣女星之一，她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演员，以其出色的表演技巧和迷人的魅力征服了观众们的心。无论是在动作片中展现出的勇敢和坚毅，
还是在浪漫剧情中散发出的温柔和深情，史嘉蕾·乔韩森都展现出了他的演技与魅力。